米利上将向媒体所表达出来的焦虑和忧虑，实际上代表他的内心世界。因为美国军方无法接受在尖端科技领域落后于中国的现实，哪怕是在某一个方面落后于中国，他们都不能接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那么最近中国进行了一次航天飞行器的发射和回收试验，但是这个发射回收试验呢，竟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虽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对这次发射呢做出了解释，他指出，我们日前所进行的是一次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器的试验。那么这样的一个试验，理论上讲就是个民用的飞行器。飞行器发射出去以后重返大气层，这个很多国家都在做的事。但是我们这个解释对美国来说根本没有用，他们依然在炒作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那么继美国媒体炒作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之后呢，美国的军工巨头就大喊美国落后了。美国军方呢接着也正式出场，其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在接受采访时，将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与冷战时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相提并论，并称这很令人担忧。那么什么是斯普特尼克时刻呢？它实际上就是指了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而这颗人造卫星呢，是世界航天史上的第一颗航天器。这一事件加剧了美苏之间展开了几十年的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炒作中国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实际上呢是一个可回收的飞行器试验。那么他炒作这个试验，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可能是为了向国会要钱，因为美国现在也在积极的开发各种各样适合陆海空三军使用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但是研发这些技术难度非常大的高超音速武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美国陆海空三军呢，都希望能够以其为主来开发这样的武器。三方争吵不休，都是为了切这块大蛋糕。那么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美国国会要更多的钱，然后分给其陆海空三军，由他们来主导不同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发展。那么其二呢，米利上将向媒体所表达出来的焦虑和忧虑，实际上代表他的内心世界。因为美国军方无法接受在尖端科技领域落后于中国的现实，哪怕是在某一个方面落后于中国，他们都不能接受。就像我们的华为公司开发的5G 技术领先于全球，他们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对它实施打压。但是军工研发，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国产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发展，并不受美国的限制。他想搞制裁、搞约束，是制裁不了我们军工企业的发展的，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技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那么这也从侧面呢，证明了中美关系竞争的一个重要判断。中美两国将在常规武器领域展开一场新的高科技的竞赛，这里面包括高超音速飞行器、第5代先进战斗机、无人作战平台、定向能武器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成为竞争的重点。其实美军的恐惧源自于他们多年来在军事技术领域保持优势的习惯，一旦在某个领域落后了，他们就会感到焦虑，感到担忧。但是永远保持世界第一、世界领先这种可能性呢，应该说越来越不可能了。因此美国未来也应该学会适应。那么中美在军事科技领域的竞争，可以说双方都各有优势。那么我们中国有些什么优势，有些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们的科研队伍比较年轻，无论是航天领域、航空领域还是其他的军工部门，我们的科研带头人以及技术研发的骨干都很年轻。而且这些年轻人现在不但挑起了大梁，而且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研发经验。何况我们在高科技武器发展这个方面呢，这些年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新的项目的上马
和发展，才为我们培养出了大批的科技人才，而且这些科技人才今后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他们目前的科研队伍相对都比较老了，尽管经验很丰富，但是很多研发人员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而新人呢，要想接替他们的岗位，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在科研队伍年轻化这个方面，中国是拥有一定的优势的。尽管我们在很多的技术方面呢，和美国甚至俄罗斯呢都有差距，但是只要经过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努力，最终呢可以预期赶上甚至超过美俄的先进水平。第二呢，是我们的历史包袱呢比较轻，很多新开发的平台都是从零开始，但是一旦研发成功，就可以推广这些技术到其他的方面，从而在较宽泛的高科技领域呢实现弯道超车，研发出保家卫国的坚盾和利器。第三呢，我们国家的产业链相对来讲比较完善，制造业呢也比较发达，因此我们的军费使用效率比较高。无论是在航空、航海、兵工这些方面，中国人研制出来的先进平台，它的成本都要比美国低得多。美国一架察打一体无人机动辄单价几千万美元，而我们的成本只有它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十几分之一。飞机、无人机是这样，航母、驱逐舰也是这样，当然坦克就更不要说了。再加上呢，中国具有体制优势，只要在某些方面有需求，我们就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拧成一股绳，通过不断的探索突破技术瓶颈，走出自己的路。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所开展的军民融合的研发体制，可以说具有相对比较高的优势，再加上资金相对比较充足，那么很多设想可以通过预研和技术攻关，最终呢取得成果。美国在很多高科技的领域特别是军工领域，前些年甚至前10-20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最终呢花了钱没拿到成果。而中国完全可以避开它所走的弯路，最终呢在某些领域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